10年前，季秋卷入了一宗极其残忍的谋杀案，被害者是他的哥哥白眼人，也是他唯一的亲人。这件案子当时轰动了整个邺城，不仅是因为白眼人的死状太过恐怖，还因为作案嫌疑最大的竟然是他的亲弟弟季秋。当警方赶到的时候，屋里除去尸体外，只剩下呆坐在地上的季秋，而且满屋都是他的血色手印。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白眼人已经死了整整1天。这就意味着季秋独自一人和尸体待了1天1夜，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也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没有悲伤，也没有哭泣，更没有恐惧，仿佛戴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面具，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后经过心理专家研究发现，他似乎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再加上案情复杂和疑点重重，最后季秋被邺城精神病院收容管理，治好人格障碍之后才能出院。不过事实上，人格障碍这种疾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这其实是终身监禁的另一种说辞罢了。然而意外发生，在季秋入院后的第3年开始，他不再沉默寡言，不再焦躁不安，比起阴暗的墙角，他越来越喜欢看广阔的天空。他自学了所有基础课程，并向医生借阅了许多枯燥的书籍。随着时间流逝，季秋越来越温和友善，逐渐被所有医生和护士接受。他是一个正常人，他不该被一辈子关在精神病院里。人达到出院标准了，季秋啊，离院后要好好生活啊，遇到问题记得及时和我联系，不要客气。毕竟程叔我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谢谢程叔。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这里是我第2个家，我会常回来看望大家的。去吧，好好照顾自己。社会型人格障碍，擅长欺骗、伪装，应该不可能吧？谢谢你，常医生。10年了，哥，出来了。杨叔，你怎么来了？还行，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怎么会？这么多年来，只有杨叔年年抽出时间来医院看我。刑警的工作本来就忙。别说这些，上车。季秋，你刚出来没住的地方，先去叔家吧。别不答应，等你找到工作，叔也就不留你了。而且有些东西放在我那儿，该给你了。东西？你哥的遗物，警方一直保管着，该还你了。谢谢你，杨叔。说什么呢，傻小子。10年来，如今的邺城高楼大厦鳞次栉，10年的变化确实太多了。杨叔，为什么你始终相信10年前严人的案子和我无关呢？非要说为什么的话，应该是我小时候见过类似的案子。杨叔小时候？我记得还是在我上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家里穷，上半天学，放半天牛。那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去山坡上放牛，但没想到，我目睹了一桩诡异的杀人案件。村里的杨二娃在山头上用手生生撕碎了他老爹杨老成。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样子，狰狞扭曲，动作怪异的很，就像是被鬼附身了一样。我躲在牛背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牛都不要了，赶紧往家里跑。后来呢？后来杨二娃被抓了，他被抓的时候和当年的你一模一样，神情呆滞，坐在他爹的尸体里发愣。再后来，听说那小子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所以，杨叔是怕我也自杀，才会年年抽出时间来精神病院看我的吧？算是吧。2个案件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突然发狂，然后用惊人的距离生生撕碎了自己至亲的人。季秋也想知道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他的脑海里竟然没有一丝关于当年案发现场的记忆。对了，你哥和杨老成一样，虽然被确认死亡，但尸体却不见了，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严人的尸体？当时屋子里都搜遍了也没找到，附近好几条街的下水道和垃圾桶也翻了个遍，没有任何发现。
季秋，你就先在我这住下。你阿姨去世的早，一套房子就我和2个闺女住。大闺女在大学上课，平日不回来，现在家里就只有我和杨依依那丫头。不过她学业忙，一般晚上才回家。到了。进来吧，我先去把你哥的东西给你。这些是你哥哥留下的工作资料。你哥10年前做的是私家侦探，死之前好像正在调查什么业务，但与他的案子关系不大。还有这张银行卡是你哥的积蓄，密码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们兄弟俩的生日之类的，你自己研究研究。至于这个钥匙，我也不太清楚。屋子已经收拾好了，你就睡芷蓉的房间吧。他现在都住在学校，很少回家，里面就一些杂七杂八的书，你将就着住吧。这不太好吧？我住客厅就行了。别磨磨唧唧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就听书的。就这样，我出去买点小菜，你自己收拾一下。杨叔对自己似乎好的有点过分了，毕竟自己名义上还背负着杀人的罪名。算了，先看看哥的遗物吧。这是什么钥匙？竟然让我有种心悸的感觉。要是散发出惊人的力量，直接让季秋整个人都是一步一步的被拉向一间关着门的卧室。这也太过诡异了，难道妍人的死和门后的世界有关？这里是哪？回去的门也消失了。最后一个新人也到了。谁？你有意思的新人，竟然这么平静。欢迎你们，新人。你们是谁？是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你觉得什么人有手段把几10个人瞬间送到这么个地方？你们先冷静，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是如何进入这里的。你是周礼？您认识我？拒绝了20多家公司的金融天才，我当然认识。我是申城百盛联合集团的总裁沈长荣，在一次聚会上见过你。你在申城？没错，刚才我正在打开办公室的门，谁知道进去后竟然是这里。你在？我在夜城。我们已经见过了不少新人，其中大部分都像这位小姐一样，少数冷静的人也或多或少有些不安惊疑。先生，你是我见过第3个刚进入这里就没有任何恐慌情绪的人。我叫周礼。季秋。我知道几位有许多疑问与不安，但时间不允许我多做解释。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遍。事实上，谁都不知道这里是哪，这里的人都是在莫名其妙打开一扇门之后就到了这，毫无根据，毫无逻辑。而且，我们不得不周期性的去完成一些该死的、见鬼的任务。我并不是在形容任务的可恶程度，是真的见鬼。真正的见鬼吗？怪不得这些人脸上都若有若无地散发出绝望的情绪，而且这些人虽然站在一起，却都在相互戒备。周礼，你的意思是？我们和你们一样，明明是一扇普通的门，打开后却莫名其妙出现在这里。而且和你们猜测的一样，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算上你们一共49个。那可以离开这里吗？在完成他的任务之后，我们可以完好无损地返回现实世界。再给你们一个忠告。每当他，也就是5级的召唤来临之际，你们的心底就会产生强烈的心悸和窒息感。那时候你最好在3分钟内找到一扇门，然后打开它。如果没有这么做呢？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本次任务，而惩罚是持续1个月的恐怖事件。1个月之后呢？你可以试试，如果你能坚持1个月，说不定你能永久的脱离这个鬼地方。对不起，我忘了，你得先活过这次才能有下次呢。
月君少说2句。事实上，不是没人选择抵抗这个鬼地方的召唤，但目前为止，坚持最久的人只扛了3天。他们都没有提到钥匙，自己似乎有些不一样。而且钥匙也是炎人的遗物。开始吧。这是怎么回事？李牧，你是最早进来的，你见过这种情况吗？李牧，对不起，我刚才在想事情，这种情况我也从没见过。按理说，新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禅院者的资格才对，不过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会是他？禅院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莫非我可以影响到他们？新人听着，切忌单独行动。还有，待会会出现3行文字，序列分别对应你们3组的先后顺序，一定要牢记自己那组的文字，仔细分析，那是脱离过去的关键。你们进去后，不要相信任何人。遇寒州竟然是生存任务，逢近莫睁眼，新患莫回头。表面上存活1天的任务是最简单的，但生存任务才是最恐怖、最艰难的。希望他能活下来吧。我们走吧。韩州，一定要活下来。你给我过来。时间不多了，我们走吧。2006年，这里是13年前，还是说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其他人又会在哪里呢？这里应该是酒店，那么我的身份是来这里度假旅游的，还是旅馆的员工呢？季先生，你在吗？许之安。季先生，是我是许之安。这个人绝不是许之安，大家醒来的时间应该差不多。门外的人又是从哪得知我的房间号，而且还是单独来找我？就算知道所有人的住所，那也是先寻找自己熟悉的人才对。我和他很熟吗？季秋慢慢走到窗台，准备爬到隔壁房间去，但就在此时，刚才还在疯狂晃动的木门突然变得异常安静，没有声音了，是离开了吗？我的心跳竟然会加速。自从10年前那件事之后，季秋的情绪波动就十分微小。刚才那瞬间惊恐的感觉，竟然让他有些喜欢了。那东西从门外到楼下，花了接近1分钟。换句话说，他无法随心所欲地出现在任意角落。季秋决定趁着空档时间，打开门一探究竟。天亮了。季秋，那个，我们先下。在李月君惊吓的同时，季秋立马感受到了一道满怀恶意的视线投射在他身上，让他不敢回头。李小姐，你怎么了？我没事。那就好，我们去找他们吧。 ，
出血了，你刚怎么不提醒我？不疼。听到季秋的话，李月君一怔，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来到雾极的3个月已经快把他逼疯了，他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骄傲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那个许志安没有出现了，难道是因为天亮的原因吗？还有我床下的鬼影，感觉他们似乎都是冲着我来的。先生、小姐，需要准备早餐吗？请帮我们准备2份。对了，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先生，如果你是记者的话，请你立刻离开，不然我会立刻叫保安。不，我不是记者，我只是来这里度假而已。对了，刚才我想问的是，你们能不能帮我换个枕头？事实上，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太舒服。当然可以，我会帮你换好枕头的，希望您睡得安稳。他们在那边，季秋，我们过去吧。这应该是真的许志安，要是刚才我开了门，那么我可能已经死了吧。没想到你一个新人竟然是这次的禅院者。禅院者到底是什么？还记得在雾极的时候，名字最先变红的3个人吗？所谓禅院者，顾名思义，就是最容易被厉鬼缠上的人。比如现在，如果概率是100的话，我们被厉鬼盯上的概率就是50%，而你是90%。而且当我们和你同时被他发现，你被盯上的概率就会变成100%。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禅院者只要安全度过当前任务，下一次任务就必定不会被选中。几位先生、小姐，这是你们的早餐。好的，谢谢。对了，刚才那位服务员呢？他答应了我要替换枕头的，可别忘了。好的，先生。先生，以后他的话请你不要太过在意，他最近压力太大了，也许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们看看这个，如意旅店老板丁磊，其妻子失踪6日，警方多次调查取证，却未发现任何线索。坊间传闻，丁磊妻子已被杀害，凶手很有可能是丁磊本人。丁磊的妻子是鬼吗？不确定，算是吧，也不会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有内情。他们口中那个精神压力很大的服务员可能知道什么。对了，我有一个疑问，那句贴背眠身下，失魂醒梦中，限7日是什么意思啊？说起来，我竟然差点忘了你是刚进入雾极的新人，季先生，你可真是了不起，你似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每次的结语都只是生怒或者暗示，只要能看明白，活着出去不会太困难。不过，结语之中也会藏着误导和陷阱，究竟怎么理解，就完全看个人了。那个限7日呢？时限是终点，你应该也发现了，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异世界，而是存在于过去的现实时空。这里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7日是这个过去时空能够维持的极限，只要我们能撑过7日，就能安全的回到现实。这和现实任务有什么区别？我记得御寒州那组的任务就是存活1日吧？存活任务和实现任务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存活任务中的厉鬼是没有弱点的，而现实任务中的鬼，只要在时限内找到他的弱点，我们就可以提前结束任务。提前结束任务，相当于多一条离开的路吗？还有一点，时限越接近终点，鬼就会越来越强，直到弱点完全消失，成为无解厉鬼。我明白了，那么现在趁着白天，我们分头行动吧。本以为我们会浪费一番口舌来劝服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提出了分头行动的想法，你确实很不一样，季先生。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回头，就算走进了死角，也要倒退着走出来。还要注意镜子，虽然目前这洞别墅里还没有发现镜子，但是结语里既然已经提示过，那就不会是虚假的。这次真是倒霉，不仅成为了禅院者，而且还抽到了生存任务。冯静默睁眼，轻唤默回头，这应该就是这只厉鬼的竞技规则。各位，无论你们身后发生了什么，你在他人身后看到了什么，都别说，别回头，1天而已，坚持住。
一天，就一天，只要坚持不回头，我马子荣就一定能活下去。这只不过是我的第2次任务而已，我要相信自己。怎么了？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奇怪，脖子有点痒。马子荣死了。这才11点半，到达这里是晚上7点，那么意味着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上接近20个小时。马子荣的死让大家开始慌乱了，这不光意味着鬼已经开始动手，更意味着马子荣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禁忌规则。但众人都知道他可不是新人，不可能会犯回头这种低级错误。不可能，马子荣怎么会死？他就坐在我对面，他没有看镜子，也没有回头，他为什么会被杀？难道结语是假的？不能看镜子，不能回头，都是误导我们的。也许回头才是真正的生路。不对，有些地方不对。路过在心里有了一个推测，这个推测让他脸色异常难看，因为如果他的想法属实，那么这一次的8个人，除了玉寒州之外，全部都要死。路过，你是发现了什么吗？还没有。到底哪里出问题了？马子荣没有回头，也没有看镜子，准确说这个客厅里根本就没有镜子。等等，镜子。你们闻到了什么味道吗？是血肉腐烂的气味。快，你们2人一组，分头走。听到这句话，众人皆是一怔，看向玉寒州的目光复杂起来。马子荣已死了，这样的分法就意味着他将独自躲藏。季秋在说完分头行动后，来到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地方，604室，也就是他醒来的那个有鬼的房间。你好，我有点事想问你。季秋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猜测床下的鬼暂时不会伤害自己，毕竟他可是早就睡在了季秋的身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作。再加上存活任务的鬼在前期必须要触发他的规则才能杀人，以及贴背眠身下、失魂醒梦中这2句结语的暗示，这已经让季秋有了充足行动的理由。有一件事他必须要确认。我有一件事想问你，你是老板娘吗？果然是这样，不过恐怕再有一点时间，这只鬼就会突破规则限制，我必须快些行动了。张小姐，你们终于来了，我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好，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不用装了，就是我打电话到你们报社的，也是我嘱咐报社让你们不要说自己是记者的。你放心，这里是我的休息室，没人会来的。这水是脓血，喝呀！你们不是口渴吗？这个女人太古怪了，她是鬼吗？还是像其他服务员说的，只是精神出了问题？冯星汉没有反应，难道他是发现了什么吗？冯星汉也是经历过多次误级任务的老人了，对于危险的嗅觉非常灵敏，有他在身边，许之安也稍微安下心来。不对，不是说好分头行动的吗？冯星汉为什么还是找自己搭档了？许之安越想越奇怪，因为他猛然发现已经不记得冯星汉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了。不对，冯星汉的确和我分开了，他之前说是要去报社打听消息，那么这个人是谁？脚尖点地，脚跟不着地，厉鬼不弯腰，这冯星汉是鬼。怎么了？冷静，我必须要冷静。许志安，你一定可以的。怎么了？我去上个厕所。看来这位丁磊先生对家庭很不满呢。
你有什么发现？你没发现这位丁磊老板的办公室一张照片都没有吗？照片？哦，我忘了，你现实中只是一个小职员。据我观察，无论是我爸还是他老板朋友们，办公桌上总是会摆着1、2张子女或者妻子的照片，真情实意也好，作秀也大，这已经快成一种规则了。虽然现在是过去的平行时空，但我认为这个时代摆放家庭照片的概率会更大才对。看这个，这是一封信，不对，这是一封情书。张文写给丁磊的情书，可这张文是谁？他妻子不是叫李玉华吗？不清楚，但确实有古怪。我们不是约好了11点在1楼大厅见面吗？到时候问问他们吧。难道这是一场因为婚变而引发的谋杀案？被害者就是丁磊的原配妻子李玉华？那么这次的鬼就是李玉华吗？想要找到鬼的弱点，最首要的就是要弄清楚他生前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死因、凶器，还有他生前最恐惧之物。这3样东西是提前结束这次任务的关键。走吧，我可不想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江离从刚才开始就发觉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凉了许多，而同样，李月军也发现了这一点。两人对视一眼，不仅没有整理被翻得乱糟糟的办公室，甚至还故意推翻了2张座椅，然后关上门，快速离去。你好，请问你知道她是谁吗？呀，这不是老板的弟妹吗？弟妹？前些日子她来过的，好像是叫张巧。那你知道她来这里做什么吗？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呢。她和老板的弟弟是来蜜月旅行的，在这里玩了几天就走了。并没有走呢，她可是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了。谢谢你。不客气。那只鬼竟然不是丁磊的妻子李玉华，而是他的弟妹张巧。那失踪的李玉华在那里？张巧的丈夫丁磊的弟弟又在哪里？另一边，雾集内剩余的30人依旧在原地等待，而等待的原因是因为任务在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他们是无法离开此地的。不过这里的时间流速和外界截然不同，也不会有丝毫的饥饿与疲惫感。魏修他们组的名字全没了，为什么会这样？魏修他们团灭了，而且还是瞬间团灭。该死，为什么会这样？谁还记得第1组的结语？我记下了，第1组的结语是山中躲月，水底捞棺。山中躲月，水底捞棺，难道是要魏修他们去水底捞一副棺材吗？李牧，这是不是意味着……各位，山中躲月，水底捞棺的场景将在半年后成为在场所有人的任务，而鬼将直接成为无解厉鬼。季秋，怎么了？鬼，那个女服务员张文是鬼，还有一个男的，我不知道他是谁。有2只鬼，这个如意酒店有2只鬼啊。我们先回大厅，他们应该也快到了。虽然许志安的情绪看上去十分激烈，但季秋还是对他有些戒备，毕竟他之前就已经见过冒充许志安的鬼。怎么回事？快11点了，他们怎么还没到？你们有什么收获？有一些，等冯先生到了我们再一起说吧。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那里怎么还有一个江离？那个江离看到我们跑了，应该是鬼假扮的吧？是的。你们知道这只鬼的能力？你也许不信，其实直到10分钟前，我都一直在被你追杀。被我？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个伪装成我的鬼靠近，然后进了一个叫张文的女服务员的房间吗？季先生，你好像也知道那只鬼拥有伪装的能力。其实，在刚刚苏醒的时候，我见过那只会伪装的鬼。什么？刚刚苏醒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醒来的时候，有人敲过我的门，我从猫眼往外看，
发现他的样貌和许先生一模一样。你没给他开门？我当时判断出那并不是许先生本人，因为我找不出许先生那样行动的理由，所以我没开。听到季秋说的轻描淡写，但几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同时也在想，如果是自己遭遇那种事情，到底会不会开门？不过无论如何，季秋在他们眼中已经不会当作新人来对待了。想不到我也被他伪装过，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能确定这只鬼的能力了。什么意思啊？实现任务中出现的鬼都只会拥有一种诡异力量，如瞬移、反重力、聚力和入梦，以及这次的伪装等等。但现在他既然表现出了伪装，就不会拥有其他的诡异力量，这是规则，乌级的规则。但是那个张文，他到底是不是鬼？他应该不是鬼。我去报社查了，发现通过报社放出丁磊妻子李玉华失踪这个消息的，就是张文。果然是他嘛？可他为什么要放出这个消息呢？是呀吧，我之前和江离去翻了丁磊的办公室，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了张文写给丁磊的情书。丁磊情妇张文，以及死在我床下的张巧。那丁磊弟弟去哪了？那只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对了，报社的人还说，张文要求明天刊登一个叫张巧的女人失踪的信息。张巧，她是谁？张巧是丁磊的弟妹，前些日子和她丈夫来酒店蜜月，然后死了。你怎么知道她死了？难道你亲眼看到她？还记得你看到的鬼吗？她就是张巧，还睡在我的床下。等等，你的意思还有一只鬼在你的床下？对，你回去找过她，只为了看清她的脸，你是疯了吗？这不重要，现在要弄清楚张文刊登寻人信息的意图是什么，他和张巧又是什么关系，以及张文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好，既然如此，趁着还是白天，我们吃完饭继续调查吧。据服务员说，明天丁磊才会回来上班，他身上一定藏着很多秘密，而且明天开始危险程度肯定会大大提升。李小姐，请等等。李小姐，如果可以的话，今天下午能和我一起行动吗？我是个新人，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万一不小心触碰到什么禁忌的话。我是个新人，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万一不小心触碰到什么禁忌的话。啊，这个。江小姐，可以吗？李小姐，我们走吧。李小姐，你和江小姐一直在一起行动吗？中途没有分开过？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江离是鬼伪装的？虽然我和江离小姐认识不久，但我感觉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可是刚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她确实很沉默。我想起来了，是厕所。我们在顶楼等电梯的时候，她去上了一个厕所，很快就回来了。李小姐，请你帮我调查一件事好吗？我忽然想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你能去一下警局报案吗？季秋向李月军交代了具体的做法后，就回头朝着紧急逃生的楼梯口走去。文姐，小蒋啊，有什么事吗？文姐，其实我看到了关于老板娘的事。你在胡说什么？我懂，文姐，我知道和你说什么都没用，但是文姐，你要记住，我喜欢你，我比任何人都喜欢你。巧儿，别怕，姐姐帮你报仇，姐姐一定帮你报仇。哎，老板娘失踪快1个星期了，还没找到。要我说啊，失踪了也好，那个更年期的老女人生不出孩子恶毒得很，老板都说没关系的小事，被她逮到了就是一顿臭骂。现在失踪了，大家耳根子都清净。嘘，背后可别说人坏话。你啊，就是太软弱了，难不成老板娘还躲在柜子里偷听不成？我要午休去了，你也别多想了。刚才那事物眼花了吗？谁把我被子弄湿了？这是怎么回事？水管破了吗？救命啊！冷静，我一定要冷静。
鬼说不定已经盯上我了。江离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和李月君把丁磊的办公室伪装成一副遭了贼的样子后，就去上了个厕所。然而当他从厕所出来时，却骇然地发现李月君身边居然站了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怎么办？鬼会对他们动手吗？不行，我必须提醒他们，哪怕他们分不清真假，但只要怀疑就会提升警惕，这也就足够了。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救命！快救救我！那是谁的叫声？鬼来找我了。有人上来了，会是谁？这样不行，我得躲起来。储物间里十分黑暗，而江离虽然异常恐惧，但是求生的意志让他小心翼翼地控制住自己的呼吸，不敢发出多余的噪音。但在这极度紧张的环境下，每一秒都是煎熬。随着电梯的打开，江离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紧张的情绪更是达到了顶峰。没事的，没事的，也许他只是路过而已。脚步声没了，是走了吗？出来吧，江小姐。季秋，你是来找我的。江小姐，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走吧，我送你去1楼。别耽搁了，江小姐，这里很不安全。等等。别耽搁了，江小姐，这里很不安全。等等，我得先远离他们。江小姐，你在干什么？别相信他，快过来啊！江小姐，你再不来我走了。怎么办？到底谁是真的？此刻的江离心跳如同擂鼓一样，激烈的气血疯狂上涌。他不断地看向眼前的2个急救。江离知道，一旦自己行进，我们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江小姐，我走了，你自求多福吧。看来我赌对了，不过没想到他竟然会来救我，而且是冒这么大的危险。江离劫后余生，心中对季秋自然很是感激，但季秋来救他的主要原因，不过只是为了确认一个想法罢了。那只鬼果然又退走了。之前他没有直接对许志安动手，而是把他引到了张文的房间，而这一次同样想把江离引走。然而在我来到之后，鬼居然选择了退避，那么就意味着这只拥有伪装能力的鬼出于某种原因根本无法动手杀人，他必须要诱导我们触发他的杀人规则。江小姐，我们下去吧。你想乘电梯还是走楼梯？楼梯，走楼梯。这个人果然很可疑。许志安自从得知张巧死亡后，就在想张巧的丈夫和丁磊的妻子李玉华去哪了。在经过调查后，他不仅得知了张巧的丈夫叫丁鹏，更是得知了专门负责他们夫妻2人的服务员蒋超杰。杰哥，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警啊？那件事情早晚会东窗事发的。如果也多事，当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们还有一笔钱拿。如果你多事的话，可是老板娘被丢在那里快1个星期了，这天气又热，按理说臭味早就应该被发现了才对。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人发现？老板娘不会变成鬼了吧？够了，哪有什么鬼？给老子闭嘴！到时候拿了钱各自走人。我们看到的事都乱到肚子里。我知道了，杰哥。你肩膀怎么湿哒哒的？
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天花板漏水了？鬼，有鬼啊！别这么的瞎叫。可是我刚才明明看到了。闭嘴！再啰嗦，老子就让你和他一起去水箱里待着。不要啊，杰哥！水箱。丁鹏和李玉华的尸体在楼顶的水箱里呢，到底要不要去查看一下？还是说等6点汇合之后再告诉大家？记住，想要活下来，就千万不要投机取巧，消磨时间来等待最后实现的到来，也不要过于深入，将自己陷入层层迷雾之内，导致始终无法抽身。许志安想到李牧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最终决定暂时按兵不动。毕竟现在才是第1天，独自一人去找2个尸体，对他来说还是过于冒险。季秋，你好，许先生。我记得你不是和李月君一起行动的吗？他人呢？因为我查到了关于李玉华的线索，所以我和他分开了。其实我刚好也发现了一些东西。那我们一起，你先进来吧。怎么感觉这个情景有些熟悉，而且气氛也有些诡异，不太对劲。季秋虽然确实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但也不至于这么沉默吧？他会不会是鬼？应该不可能吧？鬼之前就伪装成冯星汉来骗我，现在怎么可能又找上我？我可不是残愿者啊！而且他要动手的话，在电梯这种移动棺材里不是正好吗？6楼，季秋为什么要到6楼来？不好意思啊，许先生，我实在忍不住了，先去一趟厕所。好吧，那我在外面等你。怎么会这么久？不会出事了吧？季秋，你怎么？我要死了吗？但至少我要把信息传递出去。怎么了？江小姐，你有没有听见滴水的声音？好像是有滴水声，有些不对劲。你先走吧，江小姐，我要回6楼看一下。大震，我和你一起去。那走吧。许之安，他在干什么？自己掐自己。许之安，你醒醒啊！不行，完全掰不动他的手啊！让开！硬生生把2个胳膊掰断，这季秋到底是做什么的？许之安，你没事吧？我竟然没有死！我的手怎么了？许先生，你是发现了什么吗？对，水箱，天台的水箱藏着东西，快，我们快过去！事情就是这样，那2个服务员好像目睹了杀人现场，据他们所说，尸体应该就藏在前面的水箱里。许之安看到了一个趴在水中的女人，还有一个面目全非的男人，再加上我床底的那位，这说明这酒店里的死者至少有3人。目前失踪的人有李玉华、丁鹏和张巧，现在3个人似乎都变成了鬼，真是个好地方啊！死了之后竟然都变成了鬼。你开玩笑的吧？这个季秋实在是太奇怪了，正常人会主动见鬼吗？会听到类似鬼的动静时毫不犹豫地回去看个究竟吗？他不仅没有表现出半点恐惧，甚至在笑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半点笑意。走吧，我们去水箱里面看看。看来以后的表演要认真一点啊！一直顶着毫无情绪的脸，确实会让人瘆得慌。
这水箱有4米高呢，而且也没有梯子，我们怎么爬上去？江小姐，你踩在我的肩膀上爬上去吧。我95斤，能行吗？没问题。那我就去门口帮你们听一下动静。这是……你看到什么了？是一具女尸，分不清是谁，已经完全被泡肿了。这该死的酒店，难道用的都是水箱里的水吗？江小姐，里面只有一具尸体吗？是的。那我们继续吧，另外2个水箱都看一下。是他，是许志安说的那个面目全非的鬼。继续，第3个水箱。第3个水箱里什么都没有。有些奇怪啊，鬼有3只，尸体却只有2具，还少了1具。确实少了一具女尸，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这说明杀死这3人的凶手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发现了2具尸体，现在要做的就简单多了，找到凶手，逼他说出杀人手法和凶器，就成功了大半。实现任务共7天，这才第1天，进展居然会这么快。不过这次危险程度也高得离谱，第1天就接连遭遇2次恶鬼，这也太罕见了。要知道这才是第3个5级任务，第3个任务已经是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了。玉涵州那组可是存活任务，不对，玉涵州的存活任务才是第2个。那维修那组任务该会有多恐怖，才会排在存活任务之上？你怎么了，许志安？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吗？没事，就是想起了一些事情。雾姬为什么忽然产生了这么多让人看不懂的变化？新人成为禅院者，存活任务竟然只排第2，还有越发狂躁的厉鬼，想在第1天就杀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了？江小姐，许先生受伤了，请你照顾他一下。我忽然想起来一些事，所以我接下来想单独行动。好的，我会照顾好他的。对了，注意水。在发现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后，季秋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凶手为什么要将死者的脸给砸烂？砸脸的目的有2个，一个是凶手对死者的脸极其憎恨，恨到死后都要将其砸烂，而另一个则是为了隐藏某个信息，某个可能对凶手不利的信息。如果是第2种的话，那么那个目前还活着并且牵扯最深的一直没有出现的丁磊就有很大的问题。想到这，季秋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行动的方向。是你，有什么事吗？上午的时候，我同事应该已经找过你了吧？什么同事？我是记者。说吧，张小姐，你想告诉我们什么？好，我先给你倒杯水吧。客套就不必了，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忙，不会在这里多待。那好，不过你一定要把我说的一切都刊登出去。那就要看你的故事够不够精彩。好，我都告诉你。我是张巧的姐姐，亲姐姐。随着张文的讲述，一个诡异的故事逐渐展开。张家姐妹和丁家兄弟是恋人，丁鹏和张巧，丁磊和张文。但有一天，丁磊和张文的感情中突然多出了一个第3者，也就是李玉华。李玉华没有张文漂亮，没有张文年轻，但是他却有一块地，一栋楼。没错，如意酒店就是李玉华家的产业。没有爱情胜过面包的发展，丁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玉华。但同时也给了张文一个承诺，等如意酒店的所有权到手之后，制造一场意外，杀了李玉华，再娶她张文。张文沉醉在情郎编织的美丽谎言里，不再纠缠着丁磊，而是进入了如意酒店，安静等待着时机。然而这一等就等了3年，张文开始心急了，他的情郎好像忘记了这一回事，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回家。他偷偷藏进丁磊办公室的情书也一封封石沉大海。张文明白了，他已经被抛弃了。但在这时，一个机会来到了他的面前，他的亲妹妹和丁磊的弟弟来度蜜月了。张文很了解自己的妹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似温和随性，实际上他的心底对自己的哥哥充满了妒忌。他不明白为什么被富家小姐看上的不是自己，为什么丁磊那种一穷二白的泥腿子能瞬间成为大老板。张文找上了他，两人一拍即合。所以你的要求是让丁鹏帮你一起杀了李玉华？对，我告诉丁鹏，杀了李玉华，
伪装成自杀，然后再伪造一份遗书。只要李玉华一死，他的遗产自然就会全归他丁鹏所有。后来呢？后来丁鹏答应了和我联手，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动手，我妹妹就失踪了。巧儿是个好孩子，很好的孩子，她善良、聪慧、美丽、大方，她为什么会失踪呢？巧儿失踪没多久，那个该死的老女人竟然也失踪了。她凭什么能和巧儿一起失踪？你告诉我，她凭什么？原来如此，也许张巧是失踪了，但李玉华不是。丁鹏已经动手了，他把李玉华投进了水箱里。巧儿失踪的3天后，我又见到她了，哈哈。巧儿在镜子里看着我，巧儿告诉我要让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越多越好。这么说，张文会选择给报社打电话，刊登那些消息，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巧儿告诉他的。可自己床下的鬼才是张巧，那缠着张文的又是谁？贴背眠身下，失魂醒梦中，原来这结语的主角是他。那么到底是谁杀了他？还有他的尸体在哪？喂，别走神，你不是记者吗？好好记下来，然后刊登出去。怎么做事不用你教我，我先走了。报道我会尽快刊登出去，你可以告诉巧儿不要着急。在季秋看来，这个张文恐怕已经疯了，在他身上有一股季秋很熟悉的感觉，这种熟悉感来自于他曾经待过的地方——邺城精神病院。杰哥，你开门啊！说了没重要的事，别来烦我。杰哥，我们要不给老板娘烧点纸钱吧？给老子听着，杀人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无论我们看没看见，老板娘都已经被他杀了。别特么给我说什么良心不安，更别说什么见鬼。你敢到处嚷嚷，我也许会放过你，但他会放过你吗？可是，我总觉得天花板上有人在看着我。听到王胜这么说，蒋超杰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他确实也有这种感觉，很诡异，也很可怕，就像永远有一双眼睛在某个角落看着他。一个人是这样还可能是巧合，但2个都这样，那一定是真的出问题了。不会的，一定是我们想多了。就算他变成了鬼，他要报仇，目标也不会是我们2个才对。他应该找的是她老公，是那个男人做的，我们只不过无意中看到了他被丁磊丢进了水箱里而已。蒋超杰和王胜在无意中看见丁磊偷偷搬着木梯上了天台。由于这种体力活自家老板绝对不会亲自上手，平日都是交给他们的，所以那次他们心中十分疑惑，就偷偷的跟了上去，想看看这位老板到底在做什么。可没想到他们看到丁磊扛着李玉华一步一步爬上木梯，将他丢进了水箱里，并封上了袋子。很快水箱竟然开始开，李玉华竟然没有死，而是在里面拼命挣扎叫喊，但丁磊只是安静地站在水箱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叫声逐渐消失。李玉华是被他活活淹死，躲在后面目睹了全过程的2人惊骇莫名，心乱如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总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虽然最后被老板发现了，但他答应了会给我们一笔封口费，所以什么都别说，明白吗？可是你还想怎么样？没什么，我只是想上厕所了。杰哥，我先走了。等等，我也突然想上厕所了，一起吧。王胜，你觉不觉得今天的走廊好像变窄了一点？没有吧？妈的，这谁弄的？除了张文还能是谁？大家都知道他精神出了问题，时不时就到洗手池旁边捧着水任由他到处乱流，也就你会喜欢他。怎么回事？我还没冲水呢，哪来的水？哪来的血？该死的，给老子开门啊！王胜，你他妈的给老子开门！什么声音？在分开逃跑的时候，玉寒州陆陆续续听到了3声惨叫，这让他脸色异常难看。此刻他只能压低自己的呼吸，将自己身形完全隐藏起来。除去最先莫名其妙死去的马子荣，现在又死了3个人，而且连活过了那么多次任务的周长风都死了。
可恶，这次的任务为什么会这么难？冯静默睁眼，轻唤默回头，说的明明白白的2个禁忌，只要好好遵守，问题应该不大才对。为什么冯静不能睁眼？是因为镜子会反射出影像吗？等等，我想起来了，原来如此。马子荣在交流的时候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看别人的眼睛说话，眼珠同样可以反射出影像。现在活着的人包括我只剩下4个了，我要去通知他们吗？玉寒州面色不停的变化，他并不是圣人，物极的人也都不是良善之辈，为了活命，许多肮脏的事情他都见过。人性在这种地方是最不可靠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既然结语我已经完全理解了，那就去看一眼。若真事不可为，我也算是尽力了。怎么办？已经死了4个人了，我们该怎么办？你冷静点，一定有办法的，我们一定能活下来。陆果虽然嘴上说能活下来，但是在他的猜想里，真正能活下来的只有玉寒州一个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花小小。救救我！我们救不了他。陆果深刻的知道，在他们无意中踏入雾极的那一天起，大家就已经身处地狱了。这是来自雾极的诅咒。曾经也有不信邪的新人试过，有的带上符咒，有人躲进佛堂，但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结果，有的只有最纯粹的恶形成的可怕力量。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把眼前的人拖向和他一样的地狱。我们走吧，这里不能再待了。陆果一边靠着墙缓慢行走，一边则在思考禁忌规则。在马子荣毙命的时候，他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在当时的漆黑的环境下，别说镜子，就连大家的样貌都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所以马子荣不太可能是看到镜子或者是眼珠等其他反射体死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触犯了禁忌？那时陆果猛然想起，在雾极的时候，苏倩曾经轻声呼唤过玉寒州的名字，而当时除去玉寒州之外，所有人都下意识回头了。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触犯了禁忌规则。该死的雾极，该死的任务，他利用了所有人的心理。大家都以为在雾极内是绝对的安全，没想到却会变成这样。可恶，当时我就不该回头看。这个味道是鬼。路过，该死，来不及了。终于到我了，一切都要结束了。小然，哥哥要来见你了。路过被他抓住了，他要死了吗？我该怎么办？也许这样真可以。喂，这是任务通关了，你竟然……我就想鬼市不是也要遵守雾极的规则？想到冯静默睁眼，轻唤莫回头，会不会对鬼也有用？当时脑袋一片空白，就直接冲上来了。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一命。对了，这个东西的另一半在你手里吧？刚才那只鬼消失的时候，我手上就出现了这个勾玉。这个勾玉是什么东西？鬼是无法被杀死的。刚才那只鬼是被雾极的规则封在了这个鬼域里。虽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但是还是需要小心。就说你们2个了吗？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提前结束任务的？是奇念，我们先回雾极再说。另一边，冯星汉在思考一件事情。在和大家分开之后，他打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来这里度蜜月的丁鹏和张晴住在606号房，刚好是在季秋房间的隔壁。要知道季秋的床下可是有一只鬼存在，到底要不要去看？在思索了一会，他还是决定去看看。冯星汉也是经历过几次雾极任务的老人，这些经验告诉他，
在现实任务里的第一天，危险程度是最小的。况且在任务中表现越好，那么在下次被选中时，任务就会相对简单一些。你是谁？我动不了，控制身体行动这种恐怖的力度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实任务里？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要报警。这位小姐，请你详细说明。是如意酒店，就是那个丁磊丁老板的酒店，那里发生了命案，一位名叫张巧的小姐死在了如意酒店，她是丁磊的弟妹。丁磊，是他吗？我没有见过他，不能肯定。他犯过什么事吗？他倒没有，这是他的弟弟丁鹏，他俩是同卵双胞胎。你的意思是丁鹏和丁磊长得一模一样 ，DNA 都一样，更别提长相了。不过丁磊倒是本分，但他的弟弟丁鹏却是一个惯犯，小偷小摸屡教不改，还仗着自己还算好看的脸，骗过不少年轻女孩的财色。丁鹏作奸犯科屡教不改，而且还和丁磊是同卵双胞胎，难道丁鹏他……李月军瞬间想到了一个可能，也顾不上是否安全，当即就准备用电话通知季秋他们。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你是说他们住在606号房？是的，先生。刚才还有一位先生来问过，您和那位先生是朋友吗？算是吧。请问他离开多久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那个人应该是冯星汉，而且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好的，蓝头发是吗？您好，先生，您是叫季秋吗？我是。这里有你的电话，是警局来的。喂，你好。是我，李月君。我刚才得知了一个消息，如意酒店的老板丁磊和他的弟弟丁鹏是双胞胎。能确定吗？我明白了，你就待在警局，我会解决这里的一切。他这么自信吗？你是说没有那2个警察？可我前几天来的时候才见过他们。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说他们是警察，局里没有他们。另外，这几天我都一直在这里，也没有见过你进来过，更别说还有人审问你了。可是萧默，幻听了吗？难道真是压力太大了？今晚姬如海就要死了，我必须阻止他。人呢？我眼花了吗？另一边，季秋在接到李月军的电话后，立马明白了一切。之前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丁鹏会和张文合作，为什么丁鹏能肯定杀了李玉华后能获得大量财富。原来如此，事情已经明朗了。请你给丁老板打一通电话，告诉他今晚警方会来，希望他配合调查他弟妹张巧失踪的事。先生，请问您是？刑警，警号015386，希望你能配合。好的，我配合。救命啊！王胜，你怎么了？死了，杰哥他死了。我是刑警，带我去现场。好，他在厕所。季秋看着眼前肢体怪异扭曲的骇人尸体，突然回想起之前许志安告诉他的信息。蒋超杰的房间在哪？带我去。好。就是这里。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员工区，直到你们老板来。好的。这个人和王胜目击了藏尸现场，却为了封口费选择了保守秘密。这种事情真的能被一点所谓的封口费解决吗？季秋认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毕竟丁鹏已经杀了一个人，再杀2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原来是这样。刑警呢？刑警在哪？老板，出大事了，死人了。还好他还在。这就是你杀人的动机？你是谁？季秋，说吧，
杀了他的是谁？你什么意思？我说杀你老婆的是谁？你说什么？玉华死了？装够了吗？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是谁？我问的是你的老婆张巧，还听不懂吗？冰旁。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吧？你到底是谁？回答我，杀了张巧的到底是谁？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杀了张玉华，蒋超杰杀了丁磊，那张巧呢？也是你杀的吗？为什么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你有另一套完整的计划，杀掉你哥哥，然后取而代之的计划，答应张文的空头支票，帮他杀了李玉华，然后藏尸水箱。这个过程被2名服务员目睹，你起了灭口的心，但你知道他们其中一个人深爱着张文，爱到不惜为他做任何事，所以你和他达成协议，让他去杀了你亲哥哥丁磊。蒋超杰一直都知道张文和丁磊的关系，他更知道只有丁磊死了，他才可能有一丝机会。也许是你的吩咐，也许是自身的怨恨，他从后面敲晕了丁磊，然后从面部将他活活砸死。丁磊死，李玉华死，身为同胞兄弟的你就可以毫无压力地扮演社会关系简单的丁磊，继承他们夫妻2人的财富。但还有一个人，他虽然不太熟悉丁磊，但他却熟悉你，他知道你的一切行为、习惯、小动作，所以他也必须死，对吧？不对，我没有杀阿乔，我怎么会杀阿乔？只有他不会嫌弃我，只有他会安慰我，也只有他还会相信我。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会杀阿乔？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你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口口声声为了别人，也只是为自己找个心安理得的借口罢了。你就是为了他，这才是这栋酒店最值钱的东西，李玉华的家传宝贝。阿巧是我害了他，我偷了李家的宝贝，也放出了一个怪物。张巧是他杀的吗？是的，东西到手后，我就交给了阿巧保管。但从那之后，阿巧每天开始噩梦。刚开始浮浮的出现在阿巧的梦里，可接下来他的样子越来越清晰，离阿巧的距离也越来越近。阿巧很害怕，但那时候我认为这都是阿巧内心的不安在作祟，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他从阿巧的梦里钻了出来，出现在我和阿巧的面前。当时我吓得六神无主，赶紧抱着玉如意跑。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回去的时候，阿巧已经死了，死在了605房间的床下。丁鹏此刻的痛苦与后悔，与其说是在缅怀张巧，不如说依旧是在感动自己。对于这种把自私和卑劣刻到了骨子里的人，季秋已经是懒得再多看他一眼。季秋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最后一件事，那就是把放出来的再关回去。另一边，李月君带着刑警已经在赶来的路上。这个女人终究是没听季秋的话，而江离与许之安则是依旧躲在天台上。许之安并不担心自己断掉的手，只要能回到无极，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都能活过来。至于江离，他靠在水箱旁，一言不发，沉默地仰头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天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夜色渐稠，幽凉的气息盘旋在如意酒店上空，如同腐烂的尸体流出了腥臭的血。季秋没有理会头顶的血肉模糊的身影，继续朝着606房间走去。季秋知道这只鬼根本伤不了人，真正能杀人的是房间里面的鬼。看到玉如意将诡异吸收后，季秋知道自己赌对了。丁磊、李玉华、张巧之所以都能变成鬼，
绝不是什么巧合，他们是受到了玉如意里面的东西的影响，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杀人能力。真正能杀人的就是那个扭曲诡异的怪物，而他杀人的媒介是水声，而季秋来的时候也早已用耳塞堵住了耳朵。任务结束了，这才第1天啊！应该是季秋做的，我们先回雾集吧。季秋他成功了。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第3组竟然只死了1个人，而且只花了不到1天的时间，还真是厉害啊！季秋，你成功了。侥幸而已。竟然是他，想不到真是这个星源解决的，哼，运气好，误打误撞的吧。季秋明显感觉到关注自己的目光陡然变多，也听到不少人在讨论他，但他的脸色依旧没有变化。好了，人都回来了，我们还剩1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雾集就会将我们挤出去。季秋、齐念，恭喜你们成功的在这里活了下来，请你们记好这一组数字，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平日里靠着手机联络。周礼一边说着，一边念出一组数字，季秋是默默地记在心里。不过说起来，他还没有手机，而旁边的齐念，他直到现在才回过神来，但神情仍旧有些恍惚。关于任务的细节，我们会在现实中联络共享，这对了解5级的规则至关重要。坦白说，现在我们知道的规则都是在一次次死里逃生中总结出来的。尽管我们经历了很多次任务，但5级对我们来说依旧是秘莫测，根本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了，说起来，季秋你现在在野城吧？那位大明星要来你的城市了。季秋顺着周礼的目光看了过去，只能在雾气中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女性的轮廓。雾集已经在排斥我们了，各位1个月后见。话音刚落，季秋只觉得眼前一花，再次回过神来时，正站在一个明显是女孩子的房间里。这应该就是杨叔那个正在上学的女儿的房间吧？4点半，这和我进雾集的时间几乎没有变化。雾集真是一个诡异的地方，就像是给现实世界按下了暂停键，将我们投进了过去。哥，你到底藏着多少秘密？他很清楚自己与雾集内的其他人是不同的，门不是自己推开的，而是用钥匙打开的。季秋将钥匙握在手心，感受着它冰冷的温度，心中少有的闪过一丝茫然。有小偷！等等，请听我说。啊！救命！有小偷啊！冷静点，杨一。你是谁？你认识我？我是你爸爸的客人，他出去买菜了。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就站在那里等他回来。你在撒谎！爸爸的朋友我都认识，但我从没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季秋。季秋？你是季秋，爸爸那个神秘的线人。爸爸说你帮他解决过很多案子。杨叔到底给我安排了什么一个身份啊？不过说起来，过去的几年里，他来精神病院看我的时候，也会时不时谈起一些棘手的案子。我倒也说过自己的观点，算是吧。你是在执行任务吗？你多大了？结婚了吗？你觉得我有没有当刑警的天赋？你可以帮我一件事吗？当然。你先去你的房间里藏好，等会儿我和你父亲有要事要谈。没问题噻。看来这女孩被保护得太好了，心智不太成熟啊。我回来了，我找了家餐厅点了几个小菜，待会会送过来。对了，你也该买个手机了，在那里不能用，现在出来了也该跟上时代了。这是什么暗语？难道是季秋潜伏敌后，手机被监控无法使用，只能通过特殊密码朝外界传递消息的桥段吗？果然不愧是线人。咦，你躲在这里干嘛？我没听见，我什么都没听见。说什么呢？回来了就出来准备吃饭。依依，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了？不上晚自习了？学校刚才出事了，
我们都被赶回来了。出事了。我们学校高一的年级主任突然被一个发疯的学生拿圆规捅了，已经送去医院了。发疯吗？具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吵起来了，砸东西的声音、呼救的声音，还有保安喝骂的声音，乱糟糟的，什么都有。后来听说是高一的一个学生突然发了疯，拿起圆规就朝年级主任的脖子扎了过去，直接刺穿，流了一地的血。没有人去阻拦他吗？拦了，听说好几个保安拉着他，但衣服扯碎了都拉不住。那个学员的力气出奇的大呢。杨叔，我想，我手头上正跟着的案子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这件事情90%落不到我头上。依依，明天刚好是周末，你们学校又出了事，你陪你秋哥去买台手机。收到。到时候让依依和你一起去，我们手机联系。谢谢你，杨叔。在吃饭的期间，杨依依一直叽叽喳喳地问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对季秋这个年轻清秀的线人展现出了十足的兴趣。但季秋只是笑着，并没有回答他什么。夜晚，季秋终究做不到睡在一个陌生女性的房间，由于精神太过疲劳的缘故，他很快的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喂，起床啦！懒洋洋的晨光从窗外透进来，空气中弥漫着初晨特有的清新。季秋看着窗外，有些走神。你看什么呢？这么出神？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活着真好。在杨依依的催促下，两人很快的就出门了。杨依依比季秋还要急，兴冲冲的就要去学校。哎呀，你快点啊！但季秋却拿着他哥哥白眼人的卡，先去了一趟银行，在输入了两人的生日数字后，成功的解开了密码。30万，放在10年前也不少了。快点快点，旁边就有手机专卖店。怎么了？你也是风一如的粉丝呀？风一如，户籍里并没有一个叫风一如的人。当时发布任务前49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但户籍中确实有一个女人长得和这个风一如一模一样。艺名吗？说起来，风一如明天就要来我们叶城做活动了呢，我一定要去看她。走，先去买手机。先生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买一台手机，要最结实耐用的，待机时间最长的。好的，先生，请你稍等。喂，你不能瞎对着别人笑。为什么？首先，那看起来很傻；其次，别人会以为你对他有兴趣的，懂吧？到处制暖干嘛？你又不是暖气片。也对，自己已经不是在精神病院了，冷漠一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明显一点，在如今这个社会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明白了。嘿嘿，我竟然拯救了一个正在变成中央空调的渣男。先生，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款，不仅超长待机，而且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季秋没有多考虑，直接买了单，还顺便办好了卡。接着他就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缓慢地输了一串数字，一个聊天群展现在他的眼前，里面算上他一共37人。很显然死去的人已经被清理了，不然也许会出现数百个灰色的永远无法上线的头像。聊天框一条条信息时不时的弹出，季秋看了一会儿，也明白了他们在说什么。诅咒竟然是从名字变红那一刻开始的。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一个女生呼唤了玉涵州的名字，玉涵州没回头，反而是其他人回头看了她一眼。风秀雪4个字，这家伙竟然用了近1分钟，看来他对见面有些犹豫呀。下午2点，荣桥天街原木咖啡厅。依依，荣桥大街在哪里？荣桥天街就在我们小区对面。这家伙一拿到手机就聊上了，正事都忘了吗？走吧，去学校。徐先生，请你们第3组描述一下吧。这问我也不知道啊，全是季秋解决的。
看到许志安的回复，群里陷入了沉默，所有人的脑子里都不由得浮现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季秋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天才，陆籍里从不缺少天才。昨晚的事情发生后，叶城高中门口骤然出现了一批记者，学校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知道一个秘密通道，跟我来。季秋跟着杨依依穿过秘密通道，朝着昨晚发生冲突的地方走了过去。王叔叔，依依，你怎么来了？我在这里念书啊。你是谁？无关人员不能进入犯罪现场，请立即离开。王叔叔，我爸让你听电话。电话里杨万龙不知道给王警官说了什么，竟然是默认了他能够待在这里。很奇怪吧？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痕迹，连那位老师受伤后的挣扎痕迹都没有，就像他本身就已经死了一样。你说的没错，实际上昨晚我们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报警人说有人会冲进来拿圆规捅穿他的脖子。你的意思啊？报警人就是那位老师，他预言了自己会被杀害。案发时间是下午5点，但是我们接到那位李姓教师的报警电话时，时间是4点半。那位教师似乎早就知道了自己的遭遇、时间、地点，甚至是行凶的方式，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躲开呢？而且虽然选择了报警，但直到5点都老老实实的待在办公室，哪里都没去，甚至除了刑警，他都没和其他人说过这件事。到底在担心什么？难道学校里有一双眼睛一直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让这位教师觉得任何人都无法信任？想到这儿，季秋看了一眼窗户，然后缓缓地走了过去，而窗外能看到的只有空旷的操场。王警官一直注意着季秋的一举一动。杨万龙在电话里说，自己这几年破获的案子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季秋的帮助。他是个聪明人，但需要留心。我知道了，李德刚，也就是那个教师，他死了，喉咙被贯穿，血液从气管呛入了肺部，他是活活憋死的。王警官的声音让几个站在外围的校领导听了个真切，不由得个个面色有些发白。他们不知道那个学员到底和李德刚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用到这么激烈狠毒的手段。而杨依依这个对刑警工作充满兴趣的高中生，脸上也很是苍白。目前疑点有点多，知道自己即将受害的被害人以及情绪诡异、力气极大的凶手，这件事和杨万龙儿时记忆中那个案子很像，也许和哥哥言人的事情也有一些关联。杨依依，你先回去吧。你要去哪儿？凶手的家。杨依依刚想说自己也要去，但心底又升起一丝恐惧。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这世上很少会出现一下子的奇迹，学习、工作、爱情，乃至整个人生，我们都不能一蹴而就。现在的你不行，但只要还有下次、下下次，只要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们就能不断刷新与苦难困境交锋的次数。到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每一次的一点点坚持，人生已经变得截然不同。所以现在的你认真学习，保持一点点的进步就够了。季秋没有说谎，但也没有全说。事实上，有些人天生就无法做到一些事，人类生来就是不平等。你们来了，进来吧。进屋后，郝博文的父亲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坐在沙发上
不停地抽着烟。郝博文的母亲则是带着眼泪，嘴里不停地说郝博文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他肯定不会做这种事。而季秋趁着他们谈话的功夫，朝郝博文的房间走了过去。有些奇怪，这个房间似乎也太整洁了。请问，有人收拾过郝博文的房间吗？没，都是博文自己收拾的。他是个很懂事的孩子。看起来郝博文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而且对整洁似乎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季秋翻开了郝博文的书籍，好几本绘本的教材翻动的痕迹很多。他似乎对画画很感兴趣，但季秋找遍了整个卧室，都没能找到一张他的作画。他的画呢？哦呀，这么干净的墙，哪里像个青春期的孩子，连张海报都不贴。王警官，我们可能需要一台紫外灯。紫外灯？啊，小郑，快搞一台紫外灯来！博文他怎么会这样？墙上一幅幅诡异扭曲的画作，在幽绿的光华下仿佛要活过来一般。大家都已经肯定了一点，那就是郝博文的内心已经完全扭曲了。一个好好的少年，到底经历了什么？等等，季秋拿过紫外灯，径直朝着天花板看照了过去。郝先生，龚女士，请你们解释一下这幅画的意思。解释什么？我怎么知道他画的是些什么东西？那只白眼狼，老子白生他白养他了。那是夜华教育中心，一家治疗网瘾的教育机构。博文以前很不乖的，除了学习，什么坏事他都做。他爸爸工作忙，我说的他又不听。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越变越坏，这当然不行。后来有人给我们介绍了一家教育机构，效果很好的。他们帮助过的孩子都变得乖乖巧巧，谁看了都喜欢。所以我和他爸爸把他骗去了那里。是谁给你们介绍那什么教育机构的？李德刚，许多学员都是他推荐去的。他是一个好人。龚兰面色惨白，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对恩人动心。在他看来，郝博文经过1年的教育，他变得生活极其规律，说话也客客气气的，已经变成懂事的好孩子了才对。季秋沉默地看着两人，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很清楚了。郝博文的父母思想传统，对子女有极强的控制欲，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选择亲手将郝博文送进了地狱。他成了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但心底却在发出扭曲的、无人聆听的嘶吼。王警官，我先走了。案子的前因后果都已经清楚了，可是郝博文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力气大的惊人？还有李德刚，他为什么知道有人会杀他，而且明知道自己会被杀，却不逃跑？他在害怕什么？喂，你这就走了吗？你又要去卧底了吗？是啊，杨叔回来你帮我说一声，谢谢他一直以来的照顾。我先走了。要说你自己打电话说，我才不说呢。再见。看着季秋远去的背影，杨依依忽然产生了一种预感，一种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的预感。喂，我会当上刑警的。好，等你当上刑警了，
也许会来抓我也说不定。都说让你别随便对着女孩子笑了。季秋离开杨万龙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感觉到杨万龙一直在观察他，这让他有些不太自在。先生，1505号房已为您准备好了，这是您的房卡，祝你入住愉快。放好行李，季秋再次看向风秀雪的聊天记录。风秀雪，她约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和她能产生联系的也只有误解的事，难道是为了当面询问上次的任务吗？季秋虽然好奇，但也没有多想，一番洗漱之后就睡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查，给我查监控。郝博文死在了拘留所里，而且死状极其恐怖。然而在查完监控，大家的神情更加难看，一种难言的恐惧涌上众人的心头。郝博文是自己亲手将自己抓得血肉模糊，并且在自残自虐的行为中没有发出过半点声音。看到当下这诡异的一幕，警员们都带着肉眼可见的恐惧。给我查。汪队，怎么查？尽量去查吧，他接触过哪些人，有过哪些奇怪的言论，至少要找到他诡异自杀的理由。是，王队。欢迎光临。我晚了吗？是我早了。说吧，找我什么事？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白岩人？为什么他手上会有白岩人的照片？不对，岩人是10年前出世的，就算他和雾姬有关系，那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风秀雪至今还在雾姬中，难道他已经在雾姬中度过了10年吗？这张照片哪里来的？季秋，白岩人，你们果然是两兄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哥哥是我姐夫。岩人是你姐夫，他结婚了。这是我姐姐风亦如，我用她的名字在演艺圈活动。10年前，姐姐忽然失踪，家里人心急如焚，在寻找她踪迹时，意外发现她竟然已经结婚了，而她的丈夫就是你的哥哥白岩人。季秋，你哥哥的死有问题，我姐姐的失踪也有问题。季秋当然知道白岩人的死有问题，他的记忆从来没有出现过纰漏，唯独那一天，他的脑海里竟然连半点画面都没有，就像记忆被硬生生抽离了一样。风秀雪的姐姐失踪了，而且时间和岩人几乎完全一样。就目前来看，他应该没有欺骗自己的必要。两人在交谈中都刻意避开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如何进入雾集的。而季秋猜想，也许风秀雪也有一把钥匙，属于她姐姐的钥匙。犯罪嫌疑人郝博文于昨夜凌晨在江北分局拘留所内自杀。年纪轻轻的少年为何会走上杀人犯罪的道路？教育的缺失正在逐渐酿成惨重的后果。是他们。风亦如，那是风亦如吗？真的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快走！不是，那男的是谁？我没看错吧？风亦如在和人约会，还是个男的。这家伙有点帅啊，颜值快威胁到我了。你也看到画面上的黑影了？你不要太拘谨，你越这样反而越引人注目。现在漂亮女孩很多，没人会多注意你的。那个扭曲的黑影，应该只有我们能看见。我们是只有雾集中的人才能看见吗？而且听你的意思，你似乎不止一次见到过这种东西。姐姐失踪之后，我曾经进入过她的房间。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类似这样的东西，钻进了她的镜子里。而且李牧他们也提到过，他们自己在现实中偶尔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是鬼吗？可如果真是雾集里出来的厉鬼，这个世界的秩序恐怕早已坍塌了才对。
不过不管怎么说，肯定和10年前阉人的事情有某种关联。巧合实在是太多了，季秋并不相信这些都是巧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事件的诱因。我要走了。你跟着我干什么？谁跟着你了？我是去查案子的。我也是。姐姐的房间里出现过类似的东西，他们肯定和姐姐的失踪有关。听到风秀雪的话，季秋忽然发现竟然无法反驳，因为对方的目的好像确实和他差不多。季秋，这应该不是那学员的家吧？你要是想去郝博文的家，扭头左转搭6路公交车，海明小区站下。这家伙一点都不近人情。这里是谁家？李德刚。李德刚？李德刚是谁？死者。关着门的，怎么办？你让开。干什么？你还会开锁？你说什么？没什么。这混蛋是怪物吗？力气怎么这么大？这是其他住户吗？有古怪，肯定不是其他住户。季秋似乎也发现了，不对劲，从一开始就不对劲。我们在踏入这个公寓到现在，根本没有碰到一个人，甚至连门卫都没看见。而且这栋公寓安静的似乎有些过分。大意了，想不到现实世界也被鬼入侵了。停下来了，难道真是鬼？可这是现实世界啊！这是怎么回事？你刚才……我们刚才到底进去过吗？季秋，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你鬼，我一定是撞鬼了。他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看我的眼神满眼恐惧？别动！眼睛闭上，捂住耳朵，屏住呼吸。风秀雪的反应以及周围一片的寂静，让季秋判断很大可能是产生了幻觉。而让人产生幻觉的方式就2种，一是迷惑五感，二则是作用思维神经。但季秋之前就尝试说服自己眼前都是幻觉，然而却没什么用，所以这应该是迷惑五感的幻觉。在季秋屏蔽五感之后，渐渐的周围产生了变化，风声、车声、鸣笛声都再度出现了，一切都回归平常。果然是幻觉，刚才那只怪物的眼睛都看向13层，那里究竟有什么秘密？不过这里不是屋脊，贸然进入还是太过危险。我先走了，你最好不要进去。你是谁？风一如，别相信他的话。风一如，人格分裂吗？什么意思啊？不要在现实中寻找他们，聪明人不止你一个，想知道一切的也不止你一个。离他远一点，他迟早会死在自己手里。你是我嫂子吗？不是，他快醒了。记住我的话，记住不要相信他。季秋，这里有鬼，这里太危险了，暂时不能进去，我先回去了。说完，季秋就转身离去，根本没有半点去探究的意思。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风一如对风秀雪充满了不信任，甚至是恶意，而且那女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另一个人格存在。还有风秀雪之前说的白眼人的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是为了我接近而说的谎言，那么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呢？现实世界竟然出现能制造幻觉的厉鬼，神秘的公寓以及李德刚的异常，让季秋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熟悉的世界。1周后，
风秀雪的商业活动结束，离开了邺城，而之后再也没有联系季秋。他看出了季秋对他的警惕以及拒绝的态度。谁呀？你好，请问是你提出的租赁信息吗？对，是我没错。您是来租房的吧？哈哈哈，有眼光。房租1年18000，算你17500，不能再少了。虽然有闹鬼的传闻，但这都什么年代了？我看你也是个年轻人，应该不会相信那些无稽言论吧？就这样，季秋在青衣街老宅住了下来。而在日常接触中，才发现房东叫高飞，竟然也是个刑警，不过不是普通的警种，而是法医。至于高飞所说的闹鬼，季秋只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感到一丝古怪。你好，是季先生吗？你是？我叫杜尚景。杜尚景，好像是雾集里排名靠前、活得比较久的人。杜先生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是这样的，这几天你一直没有出现在群里，我们对于第3组任务的细节了解的很少，所以我会整理出一份文件发给你。麻烦你了，季先生。如果没事的话。等等，还有什么事吗？季先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太对劲？季秋一怔，杜尚景问出这句话的声音有些低沉，似乎下意识的不想让别人听到。没有呢，杜先生。之后的日子，季秋一直待在青衣街的老宅里。这段时间，除了偶然能看到那老槐树上的奇怪影子外，也没有其他离奇的事情。直到大半月后，季秋突然心脏感觉到了雾集的召唤，接着他就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雾集。我又是来的最晚的一个吗？季先生，你来了。之前杜尚景把季秋总结出来的任务过程发到了群里，大部分人都看到了诡异和可怕，只有少部分人看到了季秋那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过程，这其中就有周礼。周礼虽然陷入了这个诡异恐怖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活着出去，彻底摆脱这个该死的总部。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光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周礼一直在观察雾集中有资格和他一起摆脱诅咒的人。出乎他意料的是，雾集里有好几个人都异常厉害，而季秋的潜力在他看来也远超绝大多数人。季秋，我们本来想在现实中联系你的，但杜先生说你不太喜欢在现实中被打扰。没事，我只是不太喜欢在群里发言。就在大家等待的时候，雾集一扇门自去，那扇门季秋推出去，是医院的门。怎么这次的新人只有一个？雾集越来越不对劲了，新人成为禅院者，魏修一组团灭，玉寒州一组更是诅咒从雾集中就开始了。更古怪的是，这次雾集竟然没有将总人数补足到49个，而是只加入了一个新人。李牧，不知道，也不用知道，目前需要考虑的只有如何在任务中活下去。请问这里是哪里？随着这次的新人缓缓走出灰雾，大家看向他的目光不由得皆是一怔，不是因为他美，而是因为他竟然坐在轮椅上。这里是雾集。这时候自然还是周礼出面为他稍稍解释了一下，这个残疾女孩并没有大吵大闹，亦或是情绪失控，但从她左手紧紧地捏住轮椅的扶手，也能看出她的内心并不像她的神情一样平静，而且在大家看来都不认为她能够在雾集里活下来，毕竟她的腿脚太不方便了。你是在邺城吗？先生，你认识我？
你的轮椅上有叶城第3医院的院徽。先生，你也是叶城人？两人的沟通并没有持续多久，雾集周围的雾气又开始变化了。在有了一次经验后的季秋明白任务要开始了，不过他倒不怎么担心。他记得雾集内有一个规则，就是禅院者完成任务后会自动跳过下一次的任务。开始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上一次的禅院者居然再次被选中了，雾集的规则居然被打破了。连着2次的古怪变化，让众人的心头都有一股不祥的预感。之前总结的雾集规则，究竟还能够相信吗？你好，玉文轩，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进入雾集的？从雾集的排名来看，他也算是个老人，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这么淡？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周礼。事实上，玉文轩主动走出来后，大家都有了一种原来是他的表情，而且他们被选中的任务也是头一次的2人任务。祈念，又是这个和妹妹陆然长得很像的新人吗？走吧，穿过这个雾气，就是存在于过去时空的任务世界了。这是在巴士上吗？包皮小骨气血无心，存活3日。这次又是存活任务吗？妈的，又抛锚了！下车，下车，都下车！车子坏了。什么啊？天都黑了，这荒山野岭的，你要让我们到哪里去啊？老子有什么办法？你能让他动，老子立马走。下去吧，大家都不容易。这辆车上载着的好像都是赶着回乡的人。我们也下去吧。天黑了，这里不安全，不能在山上过夜。往前走走，我记得附近好像有个村子。什么？你要我睡农村？你要愿意就他妈睡车上。你问问有谁陪你？真这么讲究，坐你妈的客车，坐飞机啊你？那个小师傅啊，这车什么时候能走啊？不知道，反正我一个人修不好，所以我说先往村子走，总他妈要找个手机信号吧。你们要不愿意，那就回车上歇着，出了事老子可不管。现在举手表决，愿意跟我去村子的举手。你们几位怎么说？司机将视线投向了季秋等人。当然，季秋他们根本没有其他选项，如果不去村子，那直接就会被雾集判定死亡。好，既然大家都愿意走，那就快点，夜晚这一带可不安全。那村子我也就听跑这条线的兄弟说起过，在是在这附近，具体位置我倒真不知道，你们眼睛都放亮点，帮忙找找。喂，那个坐轮椅的是你们朋友？怎么了？他太慢了，这哪儿行？你们谁背着他走？轮椅就扔在这儿，走的时候再回来拿。司机的口吻一直带着奇怪的命令感，让人很不舒服。同时，众人也把目光集中到余生的身上。在大家看来，如果这里是现实世界，那么照顾一下自无不可。毕竟对方相貌出众，气质温婉，但这里是雾集呀，带着行动不便的拖油瓶，那得多麻烦。李牧毫不回避地看着余生，但他并没有做出多余的举动。黄有容和林燕则是别开目光，而玉寒舟有些踌躇，刚想伸手，却被苏倩拦住。
我背你，你愿意吗？拜托你了。看到季秋愿意背着余生，李牧几人神色诡异，认为他虽然有奇怪的地方，但仍是一个还没有丢掉天真的毛头小子。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了？我想知道你右手的袖子里藏着什么。算了，只是好奇而已。哎，那个是不是你说的村子？大家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不远处有一群低矮的建筑，隐隐约约还有人影在雾中走动。这惨白的雾气让人颇为不安，就像一层死人的皮肤。走，我们快过去。两件事：一，这是存活任务，鬼是无解的，除非和祈念一样发现隐藏的规则；二，他的诡异能力将在2种或2种以上。刚才和他们聊了一下，那个抱着狗的女人叫做何苗，司机叫田大伟，老爷子叫陈青山，其余3个里，那个发现村子的男的叫孙亮，剩下那是一对夫妻，男的叫程志鹏，女的叫佟丽，他们全都是桂城人。我们刚才搭的那长途客车也是去桂城的。豆豆，你干什么？豆豆！何苗看到小狗疯了一样的狗叫，想去拉它，但根本拉不住，只是一个劲地朝着村子狂叫。田大伟6人都觉得这只狗疯了，但季秋等人却看到这只狗狂叫之时，四肢在不停地打转。他们都清楚这里是有鬼的，而且还是一只无解的恐怖厉鬼。你们是？你是村长，我们是过路的，车坏了进你们村子歇歇脚。凭什么让你歇脚？滚！妈的，谁？是老子，你想怎么样？小兵，别冲动，村子没大路，车进不来。几位既然已经到了这里，那就进来吧。村长，这些人来路不明，让他们走吧。胡闹！天已经黑了，让人家去哪里？各位，请跟我来吧。毕姓严是这积雪村的村长，我们村呐，可是很久都没来过客人了。爷爷，后天就是归家季了，收留这么多外人的话，归家季，后天不就是存活任务的最后一天吗？别啰里吧嗦的，谁他们愿意在这儿多待？还后天，老子明天就走。是吗？那希望你们能走掉。这诡异的说法让大家心中一紧，但更古怪的东西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是什么？你们村里怎么家家户户都配上了棺材？这是我们村的习俗，各位勿要见怪。爷爷，快到亥时了，走，先回屋去。老村长突然加快脚步，似乎有什么在追赶他一样，急匆匆地带众人走向一户屋子里。委屈各位了，这里只有3间空房，今晚还请各位打地铺将就将就。等明天天亮了，如果各位还是走不了的话，我再把各位安排到其他人家里暂住。什么？不行，我给你钱，你让我住单间。滚你妈的！你算哪颗大半蒜，还住单间？哎，我看这样吧，3间空房，男人1间，女人1间，剩下那间谁住我们再商量，怎么样？村长，我们7个是一个镇上的朋友，能不能单独给我们安排1间房？没床铺也无所谓，我们稍微休息下就行。林燕的话大家都没反对，毕竟他们这边有7个人，占多数。接着他们7人进入房间，季秋也将腿脚不便的余生放在了地铺上。你们对这个村子有什么看法？这个村子太过安静了，这么大的村子，除了村长和他孙女外，只有一个叫小斌的年轻人，其他人到哪去了？刚才那个老村长的孙女说的话也很奇怪，为什么他说完快到亥时了，就快速带我们离开？难道亥时之后会出现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吗？而且正常来说不应该是说晚上9点吗？为什么会说亥时？最让我在意的就是每家每户摆出的棺材，实在太不合常理了。而且自从我进入这个村子后，莫名的有一股熟悉感，
就好像我以前来过这一样。在玉寒州说出那种熟悉感后，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怔，因为他们都有过这种感觉，而且一开始大家还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既视感。当下几人都有些不寒而栗。姬先生，关于这个村子，你有什么看法？村长孙女提到了归家祭，结语中也提到了祭字，那么积雪无心肯定是和这个归家祭有关。而且这里是积雪村，积雪和祭雪，我不觉得这只是单纯的谐音巧合，这次的厉鬼很可能和那个归家祭有关。另外，村长孙女所说的亥时，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人定，是以前人们开始睡觉休息的时间。恐怕深夜后村子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如无必要，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离开这间屋子。有道理。明天我们就从归家祭入手调查吧，也许这祭殿出现过意外，害死了一些本不该死的人，也可能他本就是以血为祭，现在那些死去的人回来复仇了。我也有一个发现，刚才一路过来，我看到积雪村所有的屋子都没有窗户。我说呢，我怎么老是觉得这个村子的建筑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原来是这样。你们说他们为什么不造窗户？难道是怕窗外有什么东西偷偷的看他们吗？大家依旧在讨论着，而作为这次缠愿者的李牧，他几乎必定会被无解的厉鬼盯上，所以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活过3天，而是和祈念一样，找到那个隐藏的规则，然后除掉它。夜晚11点，众人商量过后，决定安排每个人守夜1小时。而第一个守夜的是余生，这并不是欺负他，相反，这也算是一种照顾。你他妈乱动什么呢？不好意思，我想上厕所了，赶紧滚去上。这个村子实在是太诡异了，正常村子怎么可能会在房门口放那么多棺材？不行，天一亮我就必须和阿丽离开这。谁呀？有人了！不对，靠近厕所的脚步声怎么会只有1下？人类能够瞬间从很远的地方一下跳到近前吗？吓我一跳，可能是只野猫吧。你们睡了吗？我想向你们借一个东西。睡着了吗？那我找别人借。看来真的是睡着了。阿丽，是我。怎么了，志鹏？大半夜的不睡觉？我想向你借一个东西。借东西？借什么东西啊？人呢？死人了！何苗一嗓子将所有人都吸引了过来。李牧几人看到眼前骇人的场景，再加上半夜的敲门声，虽然已经猜到了大概，不过一股恐怖的情绪依旧悄然出现。鬼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必须找出鬼的杀人规则。各位，怎么了？还怎么了？死人了！你们这地方有人杀人。你们知道他们昨晚什么时候出门的吗？我不知道，我昨晚睡得比较死。那家伙昨晚大概11点左右去撒尿了，之后我睡着了，不知道他一直没回来。妈的，你们这村子藏着一个杀人犯，老子要报警！爷爷，怎么办？先把尸体收敛了吧。村长的话在这种村子里是很管用的，许多偏僻地区对习俗与传统的敬畏，甚至要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村长的号召下，一些村民将尸体收进了棺材里。老村长面色复杂地看着这一切，而司机吵嚷着要离开报警，其他人也是神色各异，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各位，我先走了。
李牧应该是打算直接接触问题最大的老村长了。我们中午会合吧，大家小心点。韩舟，我和你一起。小心些，存活任务不要进行太多探索，谨慎的等待时间结束是最好的方式。林燕告诫了几句，也转身离开。不一会儿，整个屋子就剩下季秋和余生了。这位姑娘，回脚不方便吗？如果不介意的话，我那里有一副轮椅，可以暂时借给你们。轮椅，在这偏僻的山村居然还有这个，那太感谢你了。村长孙女微微点头，转身离去。不一会儿，就推过来一把轮椅。这个轮椅是村里的老人曾经用过的，不过他已经去世了，请你不要介意。不会的，谢谢你。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鲁冰燕。鲁冰燕说完名字后，没有停留，就转身走了。季先生，你去吧，我能行的。这个轮椅有点奇怪啊。鲁冰燕那里肯定知道些什么，我必须要问明白，这也许可以帮到他们。想到这里，余生下定了某个决心，转动着轮椅，朝鲁冰燕离开的方向走了过去。